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这种仿手绘风格的图要怎么画。好，那应该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说，那我要用这个水彩笔功能来画，因为它最像水彩的感觉。我们来涂一下。绘图板并不是那么好控制哦，所以你一定会往外涂。你想要小心的涂，就会变成像这样子哦，你会反复的去蹭。那你说我要怎么样？不要让颜色一直变深，统一的颜色，然后又不要出去。那我们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的去抛开一下手绘的逻辑，因为手绘的话，你们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就是控笔很稳，会这样做，对吧？那我们在电绘的过程中，在笔刷的边缘，它会这样子有叠色。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你想要画的范围这边，先填上一层底色，接着新增一个图层，图层剪裁，然后把底色这边把它改回白色。那我先把底下的纸改成灰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层是刚才新增那一层，使用我们的水彩笔刷，像晕染水彩，很轻松的我们就可以做铺色的动作。那因为笔刷大，所以的那个交界点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晕染的步骤。那你把基本的明暗做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去针对细部去绘制。那有些人说，可是我的水彩笔它是一个很尖的头。那第一个，你可以使用前面的水彩圆笔，我们可以直接换一个笔刷。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晕染水彩的话，我们可以到笔刷尺寸这边，把它的笔压的最小值调到0，那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尖的笔刷。那你就可以再去做它的细节。当你画完之后呢，如果你说可是我想加白色，那你可以使用水笔这支笔刷。它就基本上就是水彩里面的橡皮擦，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洗色。假设我们画好了，那我们讲说数位水彩还有一个好处的地方，就是你想要改颜色的话，随时都可以去改颜色。然后你可以再像平常一样，我们去给它加一些发丝，还有眼睛的光点。那如果你希望是那种比较像我们浓稠的水彩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沾水笔来画。那最后就是我们完成的样子。那有些人会发现，那这边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模糊的？知道怎么做？很像那个水彩不小心晕出去的感觉。我们可以使用色彩混合的纤维烟染融合，或者是毛笔融合，这两支笔刷都有它的优缺点。纤维烟染这支呢，它就是这种毛边的感觉，水彩晕染的感觉。那毛笔融合呢，它会很像是你刻意拿一支干掉的笔刷去刷，把背景加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让它增加一点点纸的质感所以呢，我们可以到素材库的，你们找到这个黑白素材，找到 texture， 好到底下。那我这次用的是这张 ROUGH texture， 这个放上来之后呢，我们选择柔光或者是覆盖都可以，看你喜欢哪一个。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不透明度，我们可以加点白点就像我们那个水彩画完之后有些人会习惯喷白点一样。那有些人说画真实水彩的时候，我的纸是偏黄色的，它现在的底太白了，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色彩增值的方式去加一层这样子的黄色，把它盖上来。那太黄了，就稍微的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那我们讲说这是数位水彩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对这张图进行一点调色，使用渐层对应，然后使用时光降低透明度。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次数位水彩的介绍，谢谢大家。